大家好，我是马达。到了2026年的今天，所有的科技巨头、华尔街精英，甚至全网的打工人都达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共识：在大模型完成了文字和视频的生成之后 ，AI 最大的风口，下一个能催生出10万亿美元巨无霸的市场，绝对是物理实体 AI， 也就是我们说的人形机器人。如果你现在去拆解这个赛道，你会发现一个让人血脉奔张的终极对决。在这个关乎人类未来的战场上，目前只有2个真正的超级玩家，一个是市值站在巅峰的英伟达，另一个是马斯克掌舵的特斯拉。但最不可思议的是，这2家公司在机器人的技术路线、商业逻辑甚至第一性原理上，走向了2个极其极端、水火不容的反方向。这绝对是科技史上最精彩的一场。安卓大战苹果的实体版重演，英伟达想做赋能万物的安卓，而特斯拉要造极致封闭的苹果。这期视频，马达绝不跟你聊什么科幻电影，咱们从最底层的物理规律出发，掏出计算器，一五一十的把这2家巨头在2026年的软件大脑账、端侧算力账和商业制造账算个底朝天。一定要看到最后，我会给你一个极其明确的答案。面对这2种截然不同的路线，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我们到底该如何押注？在咱们频道，我们专注追踪驱动 AI 走向现实的2股底层力量，一个是 AI 的大脑，也就是以英伟达为代表的算力与基建，另一个是 AI 的身体，以特斯拉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与自动驾驶。我是马达，带你理清硬科技的商业脉络。觉得内容对你有用的，记得点赞订阅。咱们一起盯紧这2台驱动未来的超级马达。咱们先来翻开第一本大账，从第一性原理拆解的大脑软件账。机器人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数学函数，在严格的功耗和重量限制下，把眼睛看到的画面像素瞬间转化为机械臂和电机的扭矩力度。在这个问题上，英伟达和特斯拉爆发了根本性的分歧。英伟达的第一性原理是，现实世界太慢太贵，仿真模拟才是王道。老黄非常清楚，你不可能为了教机器人不要打碎玻璃杯，而在现实中去摔碎1万个真实的杯子。所以英伟达极度依赖自己的 Cosmos 世界模拟器，它在虚拟的数字空间里生成海量的数据来训练机器人。在模型架构上，英伟达今年发布的 G200 采用了一种类似人类大脑的双系统架构。 System 2负责慢思考，它里面装了一个懂得物理规律的世界模型，负责思考杯子掉下去会碎，然后把高维指令传给 System 1，也就是快思考，直接转化为关节的反射动作。这种架构的兼容性极强，它不仅能控制人形机器人，连机器狗、轮式车都能无缝接入。据最新数据，N2 版本在陌生环境里的任务成功率直接飙升了2倍。而特斯拉的第一性原理极其粗暴，任何仿真都是假的，现实世界才是唯一的真理。马斯克彻底抛弃了英伟达那种复杂的慢思考规划模块，直接走出了破釜沉舟的端到端 and to and 路线。 Optimus 机器人的大脑直接平移了特斯拉 FSD 自动驾驶的代码，8个摄像头看到的真实世界像素直接灌进一个巨大的神经网络，网络直接输出全身关节的扭矩电流，这就叫像素直达扭矩。特斯拉的护城河非常粗暴，仿真只是辅助，海量的现实世界数据才是唯一的真理。马斯克彻底抛弃了单纯依赖虚拟环境的路线，直接走出了极端的端到端模式。 Optimus 机器人的大脑不仅在虚拟环境里淬炼，更可怕的是它直接平移了特斯拉 FSD 的代码，因为它在德州工厂里已经部署了上千台真实的 Optimus， 再加上马路上几百万辆特斯拉汽车每天收集的真实物理数据，它在用一种类似生物学直觉反射的方式，用海量的真实数据映喂出了一个肌肉记忆。算完了大脑，我们必须来算最硬核的第2本账，端侧算力账。这也是2家公司硬件参数碰撞最激烈的地方。机器人是背着电池到处跑的没有外接的液冷空调，在极低的功耗下，谁的芯片能跑动海量的矩阵乘法，谁就能赢。咱们来看看英伟达的方案 Jetson Fire 计算平台，这完全是一台力大专飞的通用算力怪兽。基于最新的 Blackwell 架构，它能提供令人发指的2070 TFLOPS FP4 算力，比上一代提升了7.5倍。
更恐怖的是，老黄给他塞进了128千兆的超大统一内存。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老黄押注的是尺度定律 scaling law， 他不知道未来各个机器人厂家的模型会有多大，所以必须留出极其庞大的显存冗余。但这笔账的代价是难以逾越的物理瓶颈。这块计算板的功耗高达40瓦到130瓦。朋友们，在一个密闭的人形机器人胸腔里，要解决130瓦废热的散热问题，这简直是让所有购买英伟达方案的机器人厂商头疼欲裂的工程噩梦。反观特斯拉，他掏出了一把极其锋利的定制手术刀 AI5 芯片。特斯拉完全抛弃了通用计算的包袱。既然我知道我自己写的端到端神经网络长什么样，那我的芯片就只专门加速这一种网络，别的杂活我一概不干。根据今年4月已经流片的 AI5 数据，这颗纯定制的 ASIC 芯片算力是上一代的5倍，它被极其暴力的针对低精度张量运算Ing4 FP8 进行了底层写死优化。为了解决内存延迟，特斯拉在芯片周围密密麻麻贴了12颗显存，带宽冲到了恐怖的1536千兆每秒。这笔硬件账算出来的最终结果是什么？马斯克直接明牌，在跑特斯拉专属的端到端视觉网络时，完全抛弃了通用计算冗余的 AI5， 其特定任务能效比远超通用架构的机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Optimus 在执行相同强度的推理工况时，能比背着通用芯片的机器人省下更多电量，在工厂里多干好几个小时的重活。紧接着，咱们来翻开第3本账，这不仅是物理制造的账，更是决定商业终局的定价与生态账。英伟达的战略昭然若揭，我绝对不碰物理制造，我只做零硬件包袱的赋能者。老黄把自己定位成了机器人界的安卓系统加高通骁龙、波士顿动力、Figure AI， 甚至中国头部的宇树科技，都在用英伟达的芯片和软件。无论应用场景是在重工业挖矿，还是在迪士尼乐园里卖萌，英伟达的触角无处不在。而特斯拉则走上了一条逆势而行却让人胆寒的极致垂直整合之路，它就是机器人界的苹果。特斯拉包揽了从底层沙子到每一个机械关节的全部制造。今年的第3代 Optimus 彻底拉开了和同行的硬件差距，单单是一只灵巧手就集成了22个自由度和整整25个微型执行器。更可怕的是，特斯拉正在加州弗里蒙特工厂拆除老旧的汽车生产线，全面改建为 Optimus 机器人的专属量产线。这种变态的量产狂魔属性，直接带来了一个恐怖的数据对比，那就是单台售价。在特斯拉入局之前，波士顿动力的造价高达15万到25万美金。你可能会说，中国极度内卷的宇树科技早就把 G1 型号的价格硬生生砸到了1.6万美金。特斯拉并没有价格优势，但请注意，马斯克锁定的大规模量产零售价是2万到3万美金，这背后是每年100万台级别的汽车工业级产能。一旦特斯拉在2027年跑通这个产能，它将用极致的供应链体系对整个非量产化的机器人行业进行无差别的降维打击。算清楚了这3本硬核大账，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开头那个最核心的问题：面对英伟达和特斯拉这2条截然不同的路，普通的科技股投资者到底该怎么押注？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并且极其坚定，不要做单选题。普通投资者必须同时押注这2家巨头，这2家公司在你的投资组合里构成了物理实体 AI 赛道最完美的风险对冲与双赢闭环。为什么？因为英伟达买的是稳赢的确定性，而特斯拉买的是赢者通吃的终极期权。先看英伟达，它的商业底色是淘金热力的终极收费战。在这场极其内卷的机器人大战中，每天都有无数的初创公司倒下，你根本不知道最后是中国企业赢了，还是美国的 Figure AI 赢了。但是只要他们还在牌桌上，只要他们不敢像特斯拉那样花上百亿去自研端测芯片，他们就必须花高价去买英伟达的 Jetson 芯片和 Isaac 软件授权。这是一种极高利润率且没有任何实体制造库存风险的商业模式。买英伟达买的就是整个机器人行业发展的大盘指数。再看特斯拉，它的商业底色是高风险的万亿颠覆者。目前的华尔街已经彻底把特斯拉从卖车公司重新定价为了 AI 与机器人公司。如果特斯拉的端到端数据飞轮真的能跑通，如果它真的能用2万美元的价格把
Optimus 铺满全世界的工厂和家庭，那它将创造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一工业品市场。马斯克口中那个25万亿美元市值的帝国将彻底沦为现实，当然它的风险也极高，他曾经承诺的量产数据频频跳票。他还要面对中国极度成熟且成本极低的机器人产业链的疯狂围剿。要知道2025年全球90%的商业化机器人销量都在中国，这本身就是一场豪赌。所以结论已经非常清晰了，在物理实体 AI 走向千家万户的历史节点，重仓英伟达，你买的是淘金热烈的铁锹，是不错过整个产业爆发的基建红利与确定性；配置特斯拉，你买的是赢者通吃的终极期权，是一张博取颠覆人类生活方式、拿到非对称收益的门票。小孩子才做选择，在确定性和终局红利面前，成熟的投资者两者都要。你觉得未来在你的家里帮你做家务的，会是搭载英伟达通用大脑的机器人，还是特斯拉的 Optimus？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清醒判断，我会挑选硬核回复置顶。如果你觉得这种拆解账本、看透底层逻辑的视角有意思，请务必帮马达点个赞。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次关于大脑或身体的底层逻辑拆解，记得订阅 AI 马达并开启小铃铛。 YouTube 算法会把最硬核的内容推送给最清醒的你。声明：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商业逻辑拆解与探讨，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科技股波动剧烈，入市需绝对谨慎。透过复杂看逻辑，我是马达，陪你算清 AI 这笔大账。咱们下期见。